大家晚上好。哎，我们有一位绿色的，有一位会员还不是管理员，添个管理员变成蓝色。好，打卡，对，换眼镜儿。哎，然后稍后1分钟。哎，今天这个，我怎么觉得今天的网络有很大的问题呢？我的 Notion 怎么打不开了？我的稿子没有了。嗯，啊，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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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稍微等一下，我们的稿子处理一下。北京今天正在下大暴雨，这个终于稍微凉快一点点了，但还是很潮。OK，然后稍微等1分钟。来打卡，学生卡。北京这雨真大，是北京今天这雨是真大。第一次提前打卡，欢迎啊！然后是刚刚好。对，这个是我们下礼拜二要吃饭。云南大理老年卡，你们这是来坐公交车的吗？直播，对，几个月没看直播了啊，这要反省一下怎么回事呢？北京这雨下的，出了地铁，都能趟着走，他只要不往地铁里灌就很好啊。上半年在上班好像没超过2个月，是的，这个所以后边就老老实实坐在这儿录节目了啊。第一次赶上直播，山姆是什么？啊，delete。完了，终于是准备好了。Notion 没打开，又劝退了几个想用的粉丝。其实你要在国内，有的时候确实费点劲，而且 Notion 没打开呢，也很多原因是因为好像最近更新了个新版本啊，它新版本每一次更新的时候，对服务器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开始聊了吗？还没有啊。山姆啥时候讲？哎呀，这个让我先这个等一等，这个礼拜下个礼拜找个时间讲了吧。山姆还是很厉害的啊。为什么周一到周五永远没有40度的天气？40度的天气，它不得放假了吗？这是有问题的啊！打螺丝工作12小时，8点多才下场，没办法啊，这是好吧？我在3环堵着呢啊，那就可以听吧。今天讲什么呀？今天讲2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刺破 AIGC 泡沫的难道是英特尔吗？啊，第二个话题，咱们也讲讲罗永浩啊，这个咱们讲讲罗永浩怼这个铁老师的事儿啊，这个也算是近期比较热的一个热点吧。AI 到底是不是泡沫？你可以看看我前面几期的视频。大家晚上好啊！山姆什么瓜？其实山姆不是瓜，就是我大概2周前说想去讲一期，跟山姆相关的话题吧，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沃尔玛也不灵了，然后山姆怎么就成为了这个这么强大的一个现象啊？但是呢，一直没逮住空来讲。雨停之前还是不要坐地铁。当年在北京我觉得不太会出这种事情。当年出事儿是郑州吧，跑步回来了大家周末好，边学多邻国边看直播，这你能学得进去？除非你学的是中文，对吧？用来用去还是 Dropbox 好用，这个 Dropbox 我是不用的。觉得 NVIDIA 增长能持续吗？买了几万个 H100后，重新买新的，懂了不大，这个应该还是会有人去买新的，这个不用担心，点赞点赞。好，那我们来开始讲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刺破 AIGC 泡沫的难道是英特尔吗？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今天咱们来讲一讲英特尔崩了。英特尔崩的原因其实非常非常多有些人说财报不及预期，亏损加大了，还有人说下个月的指引更差。什么叫下个月指引下个季度的指引？什么叫下个季度的指引呢？就是你每次发财报的时候呢，会有一堆的这种金融机构说我预期它要达到多少多少，你现在呢不超过预期，就认为是不及格，你就要去下跌。如果你超过了预期或者超过的不够多也是不行的。如果你超过了预期，超过的姿势和方法不太对，或者各种的比例不太好，大家也不乐意这个是预期。然后下个季度的指引是什么呢？就是一般情况下这个公司发当季的财报的时候会说我下个季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这叫下季度指引，这是公司自己发的那么在下季度指引发之前，肯定还有好事者说来我也给你预期一下你下季度怎么样吧。那么现在英特尔的下季度指引呢也更差，比这个季度亏的钱还多所以它崩了导致崩的原因非常多。然后呢，崩到了多少呢？近期股价大概持续下跌了30%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数字了，等于1/3的市值不见了那么市值现在已经不到 AMD 的一半了，跟英伟达比更是一点边都不沾了，对吧？那么也要裁员这个美国公司只要是市值不及预期，裁员是必然的他现在准备裁员15%。对于一个有10几万员工的这个公司来说，这个裁员15%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在全世界会有1万多人失去工作。但是呢，现在英特尔本部并不愿意来透露说，我具体要在哪个国家裁多少人，这个不好说。英特尔在中国应该还是有个可能几千人的还是有的到底要裁掉多少，现在不确定。那么每次泡沫呢，都会有股市的震荡大家注意，泡沫的时候绝对不是说咵嚓一下就下去了，它一定是上下要跌一段时间要震荡一下。那么在震荡的过程中呢，有一些公司顶不住压力，就会成为第一根稻草直接咵嚓下去。然后它下去了以后呢，这个大家就没法混了。那么英特尔呢，现在就是没有顶住压力，英特尔的下跌把整个美国的科技股，包括 AI 的各个股票一起都给拉下来了。其实它跟 AI 的关系没有那么大，而且它的下跌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AI 这波船它没赶上，对吧？但是不管这么多你下来了，大家就都不行了。因为互联网泡沫之后，其实很多的老牌企业就挂掉了，甚至有一些呢没有挂掉，但也就泯然众生了。互联网企业在互联网泡沫之后才算是真正的腾飞起来，对吧？现在我们看到大量的互联网企业和老牌 IT 企业还在这个美股上很努力的折腾，但是大家知道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最后谁挂了吗？就是一堆传统的电信企业挂了，对吧？我们现在看到的谷歌呀，看到的很多的新公司，实际上都是互联网泡沫之后起来的，对吧？但是这个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哎呀，你看还有这么多互联网公司在这儿，谷歌也在呢 ，Facebook 也在呢，苹果也在呢。但是，这个 AI 泡沫如果有的话，
震荡了以后，这些老牌企业可能就不见了。那么现在第一个有可能不见的呢，就是英特尔啊。那么它这一把跌下去以后，再想起来难度就非常非常高了啊。那泡沫淘汰的通常是没有跟上潮流的老企业，当然也有很多弄潮儿啊，跑得太快了掉水里的也有一堆。英特尔呢，最近啊负面消息不断。第一个比较重大的负面消息，或者最近发酵比较厉害的，就是 AI PC 这一块。CPU 虽然出货量上升，就是它在整个的财报里面真正说这个盈利或者说真正收入上升的，就是 CPU 传统的 PC CPU。这个呢本来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呢高通出的骁龙 X Elite 这样的芯片出来，大家就真怕了。为什么？因为原来虽然 AMD 也跟它竞争，但是呢 AMD 还是 x86，英特尔作为 x86 规则的制定者，虽然啊它制定了规则以后有一定的压力，有人跟它竞争，但是呢，它随时可以说我改改规则，或者我把规则往前推一推，对吧？AMD 只能在后头跟着，AMD 不能说，哎，我把 x86 的规则改了，大家跟着我走吧，不会有人理他的。但是 ARM PC 来了以后，这就算是把祖坟刨了，对吧？这个以后的规则就不是英特尔制定了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英特尔的压力一定是非常大的。很多人原来还会质疑说 ARM PC 到底行不行，对吧？在苹果出 M1、M2、M3 一直出到 M4的今天，大家相信了说啊，ARM PC 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算力更高，更省电啊，更少的发热，这样的情况还可以去做很多的很重的应用，包括渲染，包括游戏，包括 AI 啊，它都可以。所以为什么要使用英特尔呢？x86的架构是不是已经可以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呢？这是对英特尔真的是断后路的一招。这是第一个负面，第二个负面就是 AI 跟数据中心的业务在下滑。这个对于现在任何一个上市公司来说都是不可承受之重，对吧？微软跟谷歌这已经算是 AI 行业的弄潮儿了，但是 AI 给他们带来的收入不及预期，都会承压他们的整个的财报都会显得没有那么好看。你说，哎，我整个的财报都是超出预期的啊，我整个的财报都是盈利的，而且还挣的挺多，哎，但是我们现在不看这个，我们就看 AI 带来的收入够不够。啊，热火烹油的数据中心业务，对吧？现在英伟达就是靠这玩意儿起来的。英伟达短暂的成为全球第一市值公司，就是依靠数据中心业务，对吧？现在 AMD 也在靠数据中心业务在起飞，戴尔、超微等等都在靠数据中心业务起飞。英特尔本来应该是在数据中心业务这儿啊，努力的要咬下一块了，但是它的财报上，它的数据中心业务比去年同期还下跌了啊。那么这件事情是大家不可忍受的，说明你真的没有买到船票，真的没有挤上船，对吧？现在呢，英特尔花掉的钱比想象的多，但是赚到的钱呢比想象的少，而且赚钱的地方也没赚对，对吧？这个你应该是在数据中心上赚钱，结果你卖了一堆 PC 芯片出去，那么下个季度还预期更差，这么对于英特尔来说，一定是雪上加霜的，没什么好说的。除了前面我们讲的财报相关的信息之外，现在英特尔还遇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 CPU 故障。而 CPU 故障的事情呢，其实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从去年大家就开始报，说英特尔的 CPU 是有问题，13代、14代的桌面处理器会导致蓝屏，会出事儿，对吧？现在呢，它受影响的是 13900K、13900KS、14700K、14900K、14900KS 这些 CPU 会受到影响。看到这个报道以后，我赶快查了一下我们家的2台英特尔电脑，都没事啊，都不是这种型号的，因为这都是桌面 CPU，主要是做台式机的，而且呢，一般带 K 和 KS 的这个标的 CPU 都是要去超频的，就是这些 CPU 在长时间运行或者高压力运行以后
半年左右，3个月到半年以后就会出现蓝屏，就会出现问题。我们家2台笔记本都不是用的这种 CPU。什么样的笔记本会用这种13900K 或者14900K 呢？游戏本就是你真的去买什么华硕就 ROG 枪神什么这种本它有可能里头会有14900K像我们买这种叫做多功能本或者超薄游戏本这种，它都不是这东西。那么这一次的故障其实是非常非常致命的，为什么呢？没法检测。对于我们程序员来说，有个 bug， 我可以快速的把它找出来，给它改掉，这个是相对来说不是大问题，对吧？但是它这种是没法检测，你出厂的时候都是没问题的，你可以经过各种测试也没有任何问题，它要跑个3个月到半年才会挂，这个是对于整个的英特尔 CPU 来说非常非常麻烦，而且有游戏开发商在测试的时候发现故障率是100%。为什么游戏开发商会发现这种问题？第一个，他们会去买这种13900K、14900K 或者 KS 这样的芯片，对吧？这个不是一般人买这个东西买这种芯片的人其实比较少。第二个，就是游戏开发商一定会把所有的性能都跑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发生有故障的问题。而且呢，他们特别逗，说这故障是哪来的呢？故障是英伟达的驱动造成的。最后发现每一次崩溃都是英伟达驱动里的一个文件崩了。但是后来发现出问题的并不是英伟达的显卡，而是英伟达在英特尔的 CPU 上跑这个驱动的时候，因为消耗了太多的 CPU 的算力，然后导致它崩菜了。那么一开始英特尔肯定不能承认这件事儿，对吧？他先把锅甩给了主板厂商，因为主板厂商会去想办法这个用更高的电压，用更高的频率，让整个的 CPU 的性能可以发挥到极致那么一开始英特尔说了，说你们主板厂商这个没有好好看我给你们的说明书你没有好好看文档，你给了这个 CPU 太高的电压，导致呢CPU 受损，而且一旦受损以后是不可修复的这个事儿是没有任何办法的。那么主板厂商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是这个英特尔是老大，它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主板厂商就是降压降频，把这个 CPU 的电压下降把这个频率下降。那么降下来以后，这些 CPU 确实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呢，降低了10%的性能。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就是加价不加量吗？我花了钱花了更多的钱买了新的 CPU 以后，你给我退到上一代 CPU 的性能去了这个就大家亏死了。然后也有一些游戏博主做了一些测试，然后也猜测了一些原因可能是导致这个高温了以后它的一些氧原子进行了一些迁移，然后导致呢一些不应该被氧化的地方被氧化了。但是具体是什么样，他们也是拿显微镜去看，然后做了一个这样的猜测当某一些组件被氧化了以后阻抗会升高，因为阻抗一升高的话就会过度发热嘛，电阻上升了一定热量会更高，对吧？然后就会造成死机。但是这件事呢，英特尔自己并没有承认。英特尔到现在为止呢，依然在坚持说我的 CPU 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只是主板厂商可能在某一些调教上这个有问题。本月呢，英特尔准备推出新的微代码，修复这一个bug。但是呢，现在微代码还没出来我们还要再等。而就算出来了，应该采用的方式跟主板厂商是一样的他们所谓的微代码就是给你一段程序，然后把这个程序写到你的主板的 BIOS 里边去。那么写进去以后呢，就还是限制它的频率，限制电压，限制输出功率也只能干这件事儿。那么对于一个出厂无法检测，迟后发生100%故障还没法修复的这样的一个 bug， 你连去召回都没办法。你说汽车出了问题我还可以召回，对吧？你 CPU 你出这问题，你说你咋召回？很多的召回你还需要去找比如笔记本厂商或者是电脑主机的厂商，你让他们去配合你召回，那么他们召回的时候这钱谁出所以现在英特尔只能是说脸不要了我就是死鸭子嘴硬，我一直坚持到底，我的 CPU 就是没毛病，我就让它慢点了你们自己去看去。现在普遍认知的认为呢现在普遍认知的原因是芯片架构守旧英特尔自己的制程工艺
已经达到了所能够支撑的极限了，那么挤牙膏也挤不出来了，只能是往上堆料。所以现在每一次升级的英特尔 CPU 就是在原来的工艺上尽可能的堆更多的呃更多的这种管子上去啊，晶体管更多的堆上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底子本身不够扎实，就会有灾难性的事情发生。那么现在呢，对于英特尔来说就是很灾难的。其实真正愿意买这种高端 CPU 的人并不是那么多，就是英特尔主要卖的其实是更便宜一些的 CPU。其实主机厂商也不是说我一定要买这么高的 CPU 去卖掉啊，因为这种 CPU 其实并不好卖，而且搭载这种 CPU 的电脑出货量也没有那么高。但是购买这样高端 CPU 的人通常是行业意见领袖，这些人被坑了一次以后，在整个行业里边的口碑就崩了啊！这是英特尔现在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大公司通常是怎么死掉的呢？啊，咱不去研究说，哎，这个里头有没有腐败啊，有没有什么人在里头打自己的小九九啊，有什么阴谋诡计啊，什么这些阴谋论咱们都不看啊，咱们看一下说，我们就认为这个英特尔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大企业，对吧？那么他们这种公司怎么死呢？第一个就是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这个是很多的大企业，特别是成功大企业，自己有一定的这种自信心，说老子就是天下第一啊！一旦是成了这样的企业以后，他们非常非常喜欢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那么英特尔一旦干这样的事情，他们就会错过各种各样的新生事物，比如说他错过了移动，对吧？当时移动互联网起来的时候，英特尔一开始没做这个移动 CPU，苹果最早的时候也是找英特尔给他做 CPU 的，因为苹果的 PC 早期是用英特尔 CPU 的。苹果 PC 最早的时候实际上是用的摩托罗拉的 CPU，后来说开始用英特尔的，然后等乔布斯准备做 iPhone 的时候，找英特尔说你再给我做一个呗，给我定制个 CPU，对吧？英特尔说这你能卖几个呀，对吧？没什么意思，不给你做，对吧？你要么就再贵点啊，这个不能那么便宜。所以呢，英特尔就没赶上这一波啊。那么2007年发布 iPhone 1的时候，里边就已经开始是 ARM CPU 了。然后安卓在2008年开始做 G1、G2什么，这个时候都是 ARM CPU。然后等到英特尔缓过神来了，大概已经是到2010年的了，说那不行啊，咱得赶快追啊！发现这个手机卖了这么多啊，卖的比这个 PC 多了。所有做芯片的人其实都是一个思路，就是你到底能承诺多少销量啊？你只要承诺的多，我就可以给你卖的便宜，对吧？咱甭管是光刻机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光刻胶，它核心它不还是沙子嘛，对吧？做芯片的底层原料，你就认为它是沙子就可以了。所以真正的贵的是什么？是设计、测试这些东西贵，而这个你只要 CPU 能够做到足够大的量以后，它就可以把这些成本摊销掉。那么原来英特尔说你卖不了几个啊，你必须要给我承担比较高的这个成本啊。现在一看卖这么多了，说那我们也得上啊，也得搞。我记得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还见过英特尔 CPU 的手机啊，当时联想还做了几款。然后那个手机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你用一会儿以后啊，必须放桌上啊，为什么呢？烫的拿不住，然后在桌上再玩一会儿呢，它可以把桌子上的漆给你烫糊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大概是在2010几年，反正他们大概做了2、3款，最终放弃了。2022年，现在这个英特尔的 CEO 叫基辛格，还尝试过收购 ARM，就是在英伟达想去收 ARM 的时候，英特尔说我也想收啊，但是最后呢不了了之了。这是英特尔错过的第一个比较大的坑啊。第二个错过的坑是什么呢？错过了 GPU。他们一直认为 GPU 的实现方式呢非常丑陋啊，这个用一大堆的小核心，而且这些小核心又没有那么多的功能，对吧？你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实现各种算法功能这是非常麻烦的，因为大家要知道，给 GPU 写程序是非常麻烦的，你需要第一个自己要调整算法，第二个有特殊的库来去适应 GPU 的工作方式那么英特尔觉得这事儿没戏啊，看不上。当时的 CTO 也是现在这位基辛格，是当时是英特尔的首位 CTO，他在这个英特尔做的最后一个项目就是 GPU 项目，
他做完了以后啊，没有达成效果，最后直接被干掉了啊。所以这个基辛格是在英特尔的 GPU 项目失败以后离开了英特尔，到2021年重新被请回来的，对吧？所以他错过了第2个坑是 GPU， 然后错过了第3个坑呢，就是 AI。对吧？当时在 OpenAI 起步的时候，英特尔是有机会去投资的，当时 OpenAI 说这样啊，你先给我多少钱，然后给你15%的股份。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有后边微软什么事儿了，然后 OpenAI 说了，说你给我做这个算力核心吧，你如果再给我做定制算力核心的话，我再给你15%的股份。然后英特尔的人思考了一下，说你这玩意儿好像短期内也挣不着钱，算了，不给你做，对吧？这个投资就没错。所以很多的事情，他们就会用老眼光去看待新问题。这个其实你说他们去看待问题的方式，以他们当时的环境来看，有错吗？其实并没有错，唯一错的就是你没有看得更长远，对吧？我记得原来马化腾就讲说，投资投什么样的案子呀？投这种我看不太懂，但是好像又有点道理的案子，对吧？你一看就觉得一点道理都没有，这种案子是不能投。一上来看呢，哎，怎么都看怎么有道理，我完全看明白了。那你想马化腾下的还有10几万人呢，那咱自己做一个不香吗？对吧？咱自己做一个比他那个还强，那为什么要投他呢？所以一定要找这种自己看不太懂的案子。但是英特尔这帮人说不我一定要去找这种自己完全可以用传统的逻辑验证的案子。那这事儿前面这3个坑妥妥错过。我以前在公司里边做战略投资的时候，每天跟财务、法务以及公司各个职能部门的老大讨论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么讲的，说你看我们自己也可以做呀，哎，我们以前做过呀，不是这样的呀，对吧？这个东西试完了以后到底行不行啊？对吧？因为这个我们以前天天就干这个事儿，所以感受颇深。这个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说呢，大部分的案子不投资，其实最后都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大部分案子最后都会死最后成功的永远是少数但是呢，如果每一件事情都很谨慎的话，那么英特尔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案例，对吧？几十年过来基本上是现在我们看到最有机会的所有的坑，它都完美的错过了。移动互联网、GPU 和 AI，对吧？没有任何一个踩进去的。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2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造成大公司死掉。第2个问题是缺乏耐心这个很多决策呀，甭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需要耐心才能见效的。当前的这位 CEO 基辛格也算是英特尔的一位元老，是英特尔的首位 CTO 以前他是不设 CTO 的。然后现在这个基辛格他做什么呢？486是他做的，然后 USB 的标准是他做的 ，WiFi 的标准是他做的，那肯定是一位大科学家，没什么好说的，对吧？然后当时他回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就像乔布斯回归苹果一样这个英特尔有救了。”但是现在4年过去了，他2021年上的台嘛，那么现在压力很大，到底行不行？现在呢，很多人也觉得基辛格不够有远见说你怎么很多这个事情还是这个没有做到最正的这个点子上呢？这个怎么说呢？事后诸葛亮是不对的。所有事后诸葛亮说，哎，你怎么没踩在点上？这个事儿特别是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你是不能这么去指责他的在别人不看好的地方长时间的坚持，这个事儿呢才是最重要的。黄仁勋的CUDA其实就是这么做出来的。如果大家跟黄仁勋讲说，哎，你这CUDA没什么意思，别做了，对吧？黄仁勋就听大家的，直接放弃了。这个现在也就不会有 AI 时代了，对吧？也不会有什么 GPU，不会有算力核心 H100，什么都不会有了，对吧？黄仁勋就是说，哎，大家都不看好，我就坚持做才有今天这个日子。现在呢这个基辛格在做的很多事情，大家也不看好，也没有耐心了。其实在整个的创投市场，或者是在财务和金融市场上，最没有远见的人是什么人？是股民和投资机构这些人是最没远见的，因为他们不了解整个这个系统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而且呢，他们是希望尽快了可以套现离场的一帮人他至于说我离场了以后你再干什么，他一点都不关心这是现在英特尔遇到的第2个困难。然后第3个困难是什么呢？叫地大物博，
对吧？我记得很多的国家都会讲自己地大物博啊，这个地大物博其实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就是自己啥都有，地大物博就是我啥都有嘛，物产丰富嘛，没有哪个东西咱自己没有的，对吧？就是任何的内部交易必然会造成竞争的缺失，价格跟效率必然会损耗啊，因为我是使用内部的，那么我就不需要跟外部去竞争。比如说英特尔，我说我今天要去做芯片了，对吧？那么我到底是用我们自己家工厂呢，还是用台积电呢？对吧？我只要自己家工厂能用，我就不用台积电的。台积电的技术再好，我都不使它的，对吧？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它在价格上、在效率上就没法竞争了，然后各个环节升级换代的动力也就没有了。我为什么要去升级换代？原来的东西还能用啊，对吧？所以这就是英特尔现在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搞了一个叫 IDM 的系统，叫集成设备制造商模式。什么意思？自己设计、自己生产、自己封测。它等于把芯片全产业链都拿齐了。以前 AMD 的老板啊，就是不是苏姿丰，在前面真正的创始人就讲过，说什么呢？说这个真男人就一定要自己生产芯片啊。当然了，他还没换到苏姿丰的时候，就已经把芯片厂卖掉了啊。他应该是2009年的时候 ，AMD 就把芯片厂给卖了。然后现在的芯片厂已经是叫做格罗方德啊，现在叫这样的一个名字，还是努力的活着，应该是沦为基础设施啊。它反正盈利没什么问题，挣钱也挣得挺好的。但是 AMD 就得说，我甭费这劲啊，我就老老实实的做老二。这个苏妈上来以后，就是标准的老二做法。老二怎么做？第一，呼吁开源啊，大家都开源啊，门户开放啊，这个交易机会平等啊，就跟美国人在一战前喊的那个话题一样啊，大家要开源。第二个呢，低价竞争啊，都开源了以后，我卖的比你便宜，这事儿没毛病吧？同档次的 CPU，AMD 一直是比英特尔的要便宜啊，甚至是便宜1倍以上啊。再往后啊，别人不愿意接的定制单子啊，苏妈全接。所以现在咱们用的 PS5，我用的这个叫做Xbox，只要是这种定制的芯片，全是 AMD 的。对吧？现在人家还说了，说你们哪个云计算的计算中心，你们需要任何的这个算力核心，我给你们做啊，没毛病啊，这个我都接。然后芯片直接扔给台积电，说你做去吧，对吧？对于台积电来说，那你大家就没有代差的，做出来的机器都是芯片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它做出来的芯片就比英特尔的好，对吧？英特尔现在还在搞自己的这种比较低的制程啊，虽然在CPU 上现在也已经达到极限了，就是到13900KS、14900KS 上也跑不动了。但是对于苏妈来说没问题啊，台积电来给我做5纳米的，啊，做4纳米、3纳米的，你给我做去就完事儿，我只管下单，其他我不管了，对吧？那么他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芯片来。所以在最高端的芯片上，现在 AMD 的品质和稳定性其实是超越英特尔的。那么在设计上，你说我设计芯片这事儿，其实大家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你都做 X86 的基础上设计，或者都在 ARM 的基础上设计，你说到底谁能比谁差哪儿去？其实差不了多少。标准上呢，反正我们跟随就完了啊，我们也不做自己的啊。AMD 就是走这样的一条路，它呢很像什么呀？这个很像是马拉松跑里头的这种跟随跑战略啊，我就一直跟在第一名后头，这样我也省力啊，而且在心理上呢也有一定的舒缓。然后等到对手犯错误的时候，或者等到对手精疲力竭的时候，再进行反超去拿冠军，对吧？这个就是 AMD 做老二的玩法啊。但是英特尔没有啊，英特尔自己还是说，从头到尾我都要干。这一次财报完了以后呢，大家觉得你是不是把这东西关了算了？你也像 AMD 似的做一个 design house，然后把这个芯片设计出来扔给台积电完事儿了啊？现在基辛格说了啊，不，我不这么干啊，我现在要走 IDM 2.0模式啊，这个应该依然是一个噩梦啊。什么叫做 IDM 2.0模式呢？就是它的先进制程芯片啊，我也找人代工去了，我不自己造了。什么是先进制程芯片呢？英特尔自己的 GPU 现在呢也是台积电做出来的，对吧？然后自己的主力 CPU 还是老老实实自己做啊，肥水不流外人田。然后同时还对外承接外包业务，说你们谁想做芯片，我替你做，对吧？高通呢现在已经跟他在接洽，但是应该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做。亚马逊的机房里头应该有一些芯片已经是英特尔代工了，
现在还有一些政府机构以及军事项目，现在呢，他们的芯片是由英特尔代工来做的，但是这一块收入其实也在下滑，或者不达预期吧。大家想着你拆了半天，你再去接外包，这个咋弄啊？对吧？这是一个大家去思考的问题。赚的钱现在还没多少，因为做芯片代工这个事儿，你要去建新工厂，要去买新的光刻机，对吧？你看他拿沙子做芯片，做完了以后还亏钱，为啥呀？那2纳米的光刻机第一台是英特尔提走了，对吧？而且现在最主要的这些2纳米光刻机都卖给英特尔了，那么你得花钱在这儿提机器啊，他等于把这个钱全压这儿了。那么机器买了，对吧？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政府的补贴也拿了，应该美国政府给的芯片制造补贴，英特尔是拿的最多的。但是到了今天，口碑废了，对吧？人家知道在英特尔的这个流水线上造出来的 CPU 啊，它呢会产生蓝屏，这个再往后边挣钱啊就更费劲了。所以呢，现在英特尔基本上算是内忧外患。那么在传沉的时候，上传的可能最后还爬上救生艇能活下来，没上传的更可能是被漩涡吸下去。老眼光啊，缺乏耐心，还地大物博，遇到时代的这种大的起伏的时候，就是英特尔当前状态的写照，对吧？当然，你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机构也是老眼光、缺乏耐心，还地大物博，咱就不知道了啊。但是这样的机构遇到大时代的波峰波谷的时候，是相对来说抗风险能力比较低的。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英特尔的故事。让我们来看看啊，大家都留什么言了啊？成都也下雨了啊，凉快。第一次赶上直播，你就每天都来第一次啊，山姆。跑步回来啊，这个都看了，点赞啊！你们都点赞了没？赶快点赞啊！被台积电打垮了啊！是的，你想台积电就说我就只管造，那么在造这一件事上呢，咱们不说台积电有多么好的这个技术吧，你就相当于它是卖油翁，对吧？为首熟耳，可能同样的2纳米的光刻机，你给台积电，没准过个几个月人就量产了，就可以造出东西来了。你给到英特尔手里边，人家还得好好研究一下这东西到底咋弄的。而且越是这些比较自信的人，他们越是出了问题以后说，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在 AMD 就老老实实让台积电给他造芯片，英伟达老老实实让台积电给他造芯片，高通什么都在台积电那儿造。现在最大的几个芯片代工厂啊，一个是台积电啊，一个是刚才咱们讲 AMD 拆着这个啊，也是一个国内啊全世界比较大的，然后三星啊加上英特尔自己啊，那么现在他们呢，在这一块里头，台积电肯定是最强的了。你在英特尔待了3年啊，官僚的很。前几天发行的这个右下角一块白板都被挤压成这样了，还挤牙膏，一点诚意没有。我以前有一些同事是从英特尔出来的啊。英特尔呢，其实我觉得蛮学究的一公司，挺多的人挺学究的，就是每一样新技术他们都做，而且做的其实还都不错。但是呢，这个很多的传统的东西，他们真的是不愿意撒手。中国版星链发射后，上级火箭解体，形成300块，直径大于10厘米可追踪碎片，可能会在太空停留10年。中国人破坏了太空垃圾生产的技术，这个封锁成功实现了太空垃圾制造领域里的弯道超车。哎呀，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啊！就是太空里不缺咱这点垃圾，知道吗？而且太空很大，就是你不定哪天会碰到什么。但是呢，这个你想说我要准确的放一个东西上去，然后能够准确的打着谁，也挺难的。中芯也撑不住啊，中芯现在发的财报还算是超出预期吧。
第一次赶上直播啊，这个 Lucas 杨好像不像第一次啊，一边被淋浴一边听直播，我天，你这是在哪儿啊？晚上好啊，刚把孩子哄睡觉了，然后赶上直播，这个你是在澳大利亚吗？我们现在还缺管理员。因为英特尔晶片技术不如人，热宕机，热当死机了。是的，它的芯片技术还是差一些。但是英特尔反正肯定不可能承认啊，一旦承认了以后，这事完全无解。下一步要卖晶片厂、卖大楼了呀。这个我觉得把晶片厂直接拆分掉是最好的。晶片厂拆分了以后，它就老老实实做 CPU，下一代 CPU 通通的就在台积电做就完事了。其实 AMD 的那个晶片厂拆出来以后，一开始也接的活就是台积电啊，不是 AMD，就是 AMD 的芯片厂拆分出来以后，一开始接的活就是 AMD 的，然后后来才开始慢慢的走出来，对吧？它拆完了以后还是要再稍微有点耐心。笔记本用不上 K 或者 KS 处理器，只有桌面处理器才这样命名。有啊，这个原来我刚才查了一下，就是像什么枪神啊，像什么这些笔记本是用这个玩意儿。出厂即灰烬啊！现在 BIOS 更新再阉割一波，是这样的。大家好啊，记得点赞，是的，记得点赞。赶上直播了，对，你赶上直播了，几周没赶上直播，多了很多新名字，这不挺好的吗？现在英特尔和 AMD 位置不说完全反过来，也相差不远了。当年 AMD 才是被挤兑的，只能靠超频做卖点的那个。当年英特尔余光都不带扫 AMD 一眼的，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在稳定性上 ，AMD 已经超越了英特尔了啊！而且在价格上，大家相信 AMD 最新出的一些 CPU 应该还是会比英特尔可能会便宜一半往上啊。所以如果再有人去装游戏的话，会去选 AMD 的 CPU。把时间拉长了看啊，也是够唏嘘的。是的，以后伺服器没英特尔 CPU，都改用 AMD 了。其实以后可能更多的不是这样的，以后更多的是 ARM 加 GPU，啊，这个会更加好用一些，因为你算力反正到 GPU 上去干，而你如果不需要开 GPU 的时候，你如果有 ARM 芯片的话，没有那么高算力的时候，它还可以省电。所以现在很多新的服务器都是 ARM 加 GPU 的。英特尔经典的14纳米加是这样的，他就一直在干这个事儿，把成熟工艺做到极致。哎，这个怎么说呢？咱就会这一套啊，其他不会。华为快出来喊遥遥领先啊，那继续，跟咱没啥关系啊。老眼光看待新问题是第一。台积电营收创新高，营收多了40%，是。然后这个英特尔最新的 CPU 好像准备说考虑将一部分放到台积电去代工啊，这个我们再看。以前英特尔叫牙膏厂，现在被苹果继承了。对，苹果现在很好的继承了牙膏厂，因为英特尔已经快挤不动了，而且快挤破了，对吧？现在已经把这个牙膏缝给挤破了。没记错的话，英特尔也参与了90年代的 GPU 战争。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 GPU，90年代。GPU 现在真正大家火起来，应该都是在我印象里是在前面有显卡，因为我记得我是从91年、90年、91年开始装电脑的，对吧？那个时候呢也会去买显卡，但是并没有那么重要这个设备，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移动设备。后来是到95年以后，国内 Windows 流行了，显卡才显得稍微重要了一点点。提出摩尔定律的摩尔也是英特尔，对啊，我前面还录过一期节目，讲英特尔说这个摩尔定律不死，还要继续再折腾一下，对吧？现在这个就不太好搞了啊，后发制人，
这种事儿呢，就是你稍微给他些耐心，也许会有变化，但是不好说。其实苏妈就是把 AMD 从快要挂掉的边缘给慢慢拉回来的。但是呢，你还是要放下说我是老大的这样的一个心思和想法，而且要拿出更多的东西，更开放出来，才有可能接着往前做。开始追起，估计赶不上进度了。对，英特尔的很多东西是比较难啊，第一次赶上直播，这个好像不常看到这个名字啊。但笔电用 AMD 的 CPU 还是没有那么稳定。现在新的会好很多啊。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用过一款 AMD 的，然后没那么稳定，然后就一直记着 AMD 不稳定，然后用过一款英特尔的没那么稳定，就会一直记着英特尔不那么稳定。这个大部分人的印象都是这么形成的。啊，现在呢会好非常多了啊，AMD 已经稳定很多了。而且因为我是特别喜欢用这个 RAG 的机器嘛，啊，这个ROG 就是败家之眼的机器。败家之眼今年对这个换16Air 的新的升级，就是把英特尔 CPU 换成 AMD 了，对吧？这个还是会更省电、更快。英特尔遇到了技术瓶颈，这个还是只留下设计部，其他全部交给台积电的好。我现在也是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了。啊，苏妈是超频王，是的。这个问题是笔电的销量大头也不是英特尔，而是高通。对于办公来说，低功耗才是王道。现在是这样，笔电的消耗大头现在还是英特尔啊。现在新的这个笔电，一方面是苹果，苹果就是 M1、M2、M3啊，全是 ARM。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微软现在新出的叫 AIPC，但是微软呢是拉着高通去开的发布会，啊，然后联想什么的也都是拉着高通准备开发布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英特尔也好，AMD 也好，都带了这种大型核显的这种 CPU 出去，那么你带大型核显的话，你就可以在本地用核显去运行一些本地模型是可以跑的。所以未来AIPC 这一块呢，英特尔还是会有一些这种叫做份额，但是英特尔其实还遇到了一个小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政府采购里头说禁止买英特尔和 AMD 英伟达的东西，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稍稍的有点小困扰。中国地区的这个销量或者说销售额，只是占英特尔全球的大概25%到30%左右吧。算力这玩意儿还是要看 GPU，对，这块已经被 NV 给锁死了。国产算力还是看摩尔线程来的，实现革命吧。国内呢，摩尔线程在做，然后华为的升腾 910B，然后国内还有几个这个其实 CPU 这种东西或者 GPU 这种东西呢，现在的状态是这样，就是你设计谁也不比谁强到哪儿去。你说英伟达我的设计就比别人强到哪儿去，其实也没有。对吧？然后呢，说制程工艺，你如果都是台积电给做呢，大家其实差的也没有那么多。然后最后差哪儿呢？最后差在标准和驱动上，对吧？英伟达之所以厉害，就是因为 CUDA 是他做的，然后现在所有的人都是在 CUDA 的基础上去训这个大模型，去用它的大模型，而且它 CUDA 还不开源，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英伟达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当然，另外一方面，AMD 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开源？我们要去拥抱开源 ，AMD 自己也有一套类似于 CUDA 的这种算法，它那套就开源的，那么现在它就拉着谷歌、亚马逊、微软、OpenAI，对吧？大家一块来说，我们把这个开源的这套东西做起来，咱就不再受它气了，对吧？所以这块呢，还是有机会的。包括现在谷歌、OpenAI、微软、亚马逊自己都在做自己的算力芯片，对吧？就是这样，就是你用 ARM 的 IP 也可以，用这个其他的国家的 IP 也可以，对吧？然后或者你用一些这个AMD 或者高通手里上都是有这种显卡 IP 的，你拿这些 IP 回来自己去做，做完了以后找这个台积电去给你代工做一批，然后自己把 C 机房里用然后自己去写一些驱动，绕过 CUDA 都是可以跑的所以不要觉得造这个东西有多费劲这个事儿。定位不同这是讲的哪一块瓶颈就是成长的契机，交给别人
就是自愿放弃未来啊，这个还是怕被卡脖子吗？哎，所有怕被卡脖子的，最后一定是自己把自己卡得死死的。听人说过，大公司两种死法，一种是等死，一种是作死。哎，其实一般都是等的时候作，他们是表兄妹嘛。是的，今天又一次第一次赶上直播了，好吧？点赞点赞啊！有没有没点赞的？赶快去点赞去。这内涵完全不违和。这没有，咱啥也没说啊，你不要乱想。参考柯达公司，对，柯达也是一个老大公司，最后把自己做没了的。还有施乐，对吧？这都是老大公司把自己做没了的。听得我热血沸腾，英特尔故事讲得好啊！我得去梭哈一把英特尔，看看能不能买单车，能不能单车变摩托哈。努力啊，这个但是我们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啊，要讲清楚。谁会是英特尔的潜在买家？其实不用潜在买家，你像当年 AMD 把它的这个就是芯片公司啊，芯片厂卖掉了以后，它其实不是卖掉，它是拆分了。拆的时候呢，AMD 自己还占40%的股份，然后呢，把这个剩下的就拿出来了。而占剩下股份的这个是谁呢？是沙特，好像是沙特的这个沙特阿美还是沙特的哪个国家基金给占了。占完了以后，他们又去找了一些这个基金，然后一块儿把这个项目给盘活了啊，所以他就每年还在继续的造芯片。现在拿着钱等着冲上去玩的人很多，而现在海湾就是一堆的人拿着钱准备上去冲呢。这个我以前面试过很多苹果、英特尔跳槽到我们那儿的员工啊，英特尔的员工水平比苹果的差。哎，这倒没感觉啊。其实我们以前就是我以前见过的英特尔跟苹果的员工，其实我一直觉得英特尔的员工会更加的学术气氛一些啊。苹果的员工的话，见的不多啊，有过一些，但是，怎么说呢，比较装。当然，人跟人不一样，这个每一个人看到了一个，咱不能以偏概全啊。我对国产制造商没有预设立场，但是说实话，摩尔线程这样的公司想要成功，并不仅仅在于自己的努力和出色，很大程度还是在于市场的接受与否。参考国产品牌游戏机的发展曲线，但是现在，就它其实摩尔线程最后不是跟这种，叫做 H20或者是AMD 的，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做出米30这样的这种芯片出来啊，阉割芯片不知道做没做出来，应该不是跟他们竞争。摩尔线程最终是会跟升腾910竞争。大公司不死才怪啊，死了才能封神啊！但是每一个人都想着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嘛，对吧？这是咱们东方教主的这个口号嘛。头一次跑步看直播啊，注意安全。你是真第一次啊？这个好吧，去。哎，这儿呢。没有加管理员的会员，赶快去给加一个。一边压测，一边看直播。你还在做压力测试吗？我没注意到这个，这是什么？老范能不能山西那档子事儿？山西什么事儿？是那个倒腾尸体那事儿吗？没啥好聊的，这玩意儿有啥好聊的，对吧？除了恶心之外，你还能怎么着？我今儿还写了个推呢，我说这个事儿呢，国内都在聊，但是所有跟这个相关的事情我们都不看。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事情已经恶心到没有任何好奇心了，你并不关心这个事儿怎么发生的，也不关心为什么会发生，也不关心发生了以后会有什么影响，或者里头有哪些细节我们不知道，一点都不关心。除了恶心，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而且最让我恶心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了一点都不意外，对吧？这个事儿是让我最难以接受的。现在三星的芯片厂是什么状况？三星芯片厂现在也很麻烦，对它的良品率现在也不是特别高，特别是在卷高规制成之后啊，它现在也是有问题。
就是三星自己的很多芯片都去找台积电代工。最近用户增长看起来不错，还是涨得好慢。一代锐龙就是用 AMD 的老晶圆厂代工的，是吧？这个还是 AMD 那个晶圆厂到现在为止还好好的在干活呢。这个 AMD 最困难的时候，英特尔给了 AMD 12亿，估计改天英特尔股价降到1.5块的时候，AMD 也会通过公司给钱吧，这个就不知道了。英特尔的内存兼容性很好 ，DDR5 内存条可以比 AMD 超频更多，不过内存条的这个频率感觉没什么用。对，现在这几天华为在讲它的麒麟 PC 芯片而且它的麒麟 PC 芯片跟苹果一样，使用了统一内存，对吧？实际上你最后用的是显存的那个技术，应该是那种 HDM 的那种内存，对吧？这个就跟你现在的这种通过总线跑的这种内存频率就已经没关系了。注意身体，最近又在爆发疫情这个好吧，国内好像没怎么听到声音哈。我下一台台式机也打算用 AMD， 不过估计 AMD 也会马上不当人抬价，应该不会 ，AMD 应该还是老老实实的会降价的。感觉现在新冠还不如流感似的。90年和91年电脑，还不能上网，那个时候是危机不能叫电脑。90年、91年，我应该是91年开始上大学，我好像是我自己的第一台电脑，我忘了是92年还是93年买。对，然后我早期用电脑，我大概80几年就开始用电脑。那个时候还在上中学，小学的时候用没用过？小学的时候自己没怎么用过，但是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用电脑那个时候呢确实不能上网然后我大概是到95年、96年开始上网，然后那个时候卖 modem 那个东西叫调制解调器，挺好玩的。第一台电脑的显卡是16兆我都想不起来了。英特尔当年是参加过 GPU 战争的，只不过就出了一款显卡，输的巨惨应该是，就是那我估计就是现在这个基辛格做的，做完了以后就直接挂菜了。基辛格出去了以后，好像是当了 VMware 的 CEO， 然后还在哪儿当过 CTO 我忘了他反正也是一个很传奇的人。AMD 不会让英特尔死，否则反垄断要来了，不会担心这种事情的。AMD 自己也有一些孵化的小弟，也在他的授权下生产 CPU， 不用担心这个。英特尔也是被一个被老印玩坏的公司这个就不太了解了。但是现在的这个 CEO 肯定不是老印了，基辛格应该不是个老印。当年 AMD 也有过不当人的时候06年的速龙64FX 一块过万了，它应该是服务器的这个 CPU 吧，是有这种东西NV 在90年代GeForce 256，当时的 NV 宣发就是第一个 GPU那好吧，这个90年代我记得反正我装机器的时候肯定是有显卡的，但是我们当时装的显卡都不知道是什么芯片的，当时光记了一堆这个子品牌，什么小七彩虹什么这种牌子，对吧？华硕呀、技嘉呀，记了一堆台湾这样的牌子当时 NV 的牌子应该没有那么硬，不像英特尔这些东西这么硬。还在上班，巴黎边工作边看直播，挺好。这个巴黎的塞纳河到底能不能喝呀？这个水，大家现在只记得华硕有个败家之眼都忘记 ROG 其实的名字叫玩家国度是叫玩家国度，没问题。我们家已经2台了，我也有一台，我儿子有一台AMD 都是 X86 架构嘛 ，AMD 是 X86 架构，但是 AMD 呢也是应该有授权可以生产 ARM 的。个人认为苹果并不能直接跟 PC 本相比这个基本算是另一个赛道，其实没什么问题你现在 PC 能干的活，苹果上其实都可以干，只是有一些游戏可能兼容性没有做好而已。
啊，说苹果好像要出一个很神的东西，就是新的 Mac Mini 是像 Apple TV 那么大的啊，就是最新的 Mac Mini 大概只有这么大个儿，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期待一下的。而且这个 Mac Mini 上是装 M4 芯片的，就是如果大家家里头说，哎，我现在想整一个这种东西回家里头，又可以做电视机顶盒用，又可以这个当 PC 用的话，可以整一个新的 Mac Mini 啊，应该是 Mac Mini 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个名词了。就是 Mac Mini 还是挺大的，大概有，我觉得应该有这么大个吧。但是新的 Mac Mini 就特别特别小。哎呀，ARM 版 Windows 啊，看看有些人说兼容性比较差，比微软尿性，以微软尿性估计还要个几年才行啊，这个要看了，它反正肯定不会一蹴而就吧。Linus 说啊，NVIDIA 的驱动啊，我有一句话，当讲不是当讲不当讲，对，这个是两边恨的，对这个 NVIDIA 的这个Linux 的驱动是非常非常差，对。为什么差呢？因为它做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英伟达出了芯片以后，它呢会出公版的卡，然后出完公版的卡以后呢，会有一堆的这种小的这种厂商，比如像刚才我们讲的 ROG 的这个败家之眼，像这个技嘉，然后还有其他的一堆的这个厂商，就会在这个公版的基础上再去出新的这种 GPU，然后呢，它不是 GPU 叫显卡。然后他们的显卡呢，每个跟每一个都稍微有一些小差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使用公版的这个驱动呢，不是不能跑，但是兼容性呢都是会有一些问题。但是那些小厂呢又没有能力去给 Linux 做驱动，对吧？它有的时候可能能做一点点，然后做一点点了以后呢，你这个 Linux 本身版本有非常多，内核的版本也很多啊，有这个 SUSE，然后有这个乌班图，然后还有很多的 Red Hat 一大堆。Federal 什么应该是跟 Red Hat 是一个系列的，对吧？有这么多品牌的这种Linux，你咋兼容？你没法整那个东西。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不能算英伟达的问题啊，这个是本身 Linux 的生态问题。感谢打赏，睡觉了啊，下个故事明天听啊，要是太晚了就早点休息。老乔都是剽窃施乐的图形设计，施乐自己学的这玩意儿就是个玩具。这种事儿啊，其实你没必要去指责谁剽窃谁，对吧？你就跟现在似的，你说乔布斯也是东抄西抄，包括这个任天堂也是东抄西抄，但是你说他们不算创新吗？他也算，对吧？然后很多人在想说，到底有什么是原创性创新？其实这个叫钻牛角尖了啊，没必要去想这个问题。你只要是创造出了足够的价值，这就是一个挺好的创新。即便英特尔明年不再裁员个5到8万，这个英特尔最近也会有巨幅反弹啊。那好吧，这个但是我们不做这个叫什么呢？不做这个投资建议啊。当初英特尔接受了美国政府巨额补贴的时候，就有声音说政府补贴不能促成英特尔的进步，很可能是反效果。这个你看中国拿补贴的这些公司其实也是如此啊。柯达失落胶片转型比较成功的，是不是富士胶卷？其实富士呢也不算成功，但是它是这样，就是富士的公司特别大，它啥都造，所以你觉得它转过来了，对吧？施达啊，这个不是施达，就是这个柯达跟施乐，他们两个呢，其实造的东西没有那么多了，所以最终转这个叫做数码相机的时候都没转过来。对吧？真正转过来的像什么徕卡、哈苏这些东西在转啊，但是其实他们现在就是徕卡可能每年有一大笔收入是这个小米给的，对吧？哈苏的这个每年有一大笔收入是大疆给的，对吧？他们都是在干这样的事情。黄院士跟苏妈是表姐和侄女啊，是这样的。想要一统江湖的大概率最终都会一统浆糊，哎，那怎么办呢？我家第一台电脑是英特尔奔腾处理器，我想想啊，我应该是用过386的，286我用过，但是家里没买过，我买的第一个应该就是386了。这个我有同感啊，也是感觉很恶心，相关的视频一个没看。
但说实话，只看了标题，感觉还是打破了我的承受底线。对，但是你虽然承受底线打破了，但是你去想的时候，你觉得真的不出人意料啊。ARM 芯片的最大制造商是哪个？ARM 芯片不是制造商，ARM 芯片是 ARM 出标准，然后呢，高通啊，它这个叫做 MTK 啊，还有包括国内的像什么麒麟啊这些人呢去做设计，然后由台积电呀，包括像中芯国际、三星这些人去代工，最终才做出芯片来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是，这事儿没啥好说的。这个当年电子业界最著名的段子是“等噔等噔”，这是这是这个叫做他们的这个音效啊。我不善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国人，哎呀，这个叫什么话呢？前两天传了一台 AMD 560加 RTX 3060，这个应该不贵嘛？这个机器5000多，你是配了啥了？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到不了吧？我的电脑每次启动必崩溃，然后检查，然后才能进入操作系统。换了2个 CPU 和硬盘都无济于事，不知道是不是英特尔芯片的问题。你看看你芯片是不是这个刚才咱们说这几个型号上啊？感谢打赏，明天去喝杯咖啡去。我的第一台电脑的显卡是8兆的野人3啊，这都已经想不起来当时的品牌了。哦，当时还有一个品牌是 S3的显卡，啊，后来就不太常见了啊。后来这个 S3的项目好像是挂掉了，被国内收购了。我后来在上海还见过 S3的团队。枪神和外星人，你觉得哪个好？呃，看吧，你如果买得起外星人，你就买外星人啊。稍微的这个不是那么有钱的话，就买枪神呗。枪神也很贵啊，但是肯定没有外星人贵。不管是 CPU 还是 CPU，国内现在知识产权方面太弱了，根本没有国际地位。这玩意儿跟知识产权有啥关系？一点关系也没有，对吧？目前状态是国内抢装机量，没有 C 端市场认可，只能靠政策了。首先啊，这东西跟知识产权关系不大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没有标准的这个 CPU、GPU，其实最后都是没法用的，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一定还是要，有一定的标准。而国内原来我记得是这样啊，就是他们买的是英国的一个公司的 IP，叫 Imagination 啊，原来买他们家 IP，但是后来好像是出了一些问题啊，这个英国好像后来说是不认了这个交易还是怎么样了啊，不太确定。这个感谢打赏，说明老范父母厉害。80年代，这个属于拥有家庭电脑最早啊。我们80年代还是没有用家庭电脑啊，80年代是上我爹的办公室里去用他们那个办公室的电脑，家里的电脑还是到可能92年、93年去买的。那就取代 Apple TV 了吧？应该是。而且你想，他要把一个 M4塞到这么点一盒子里头，它的算力可能比 PS5还强啊！那咱打起游戏来多爽啊！啊，昨天看了一下极客湾的评测，这个 AMD Zen 5 CPU 多核性能还是赶不上英特尔。另外，英特尔已经在发这个 CPU 的微码补丁了，但是这种微码补丁其实就别太想了。对，它是给用户延保了，延保2年，这个事儿我们刚才忘了讲了。股票从前几天35到前天的时候18，跌了近50%了。哦，好吧，看来我前头还说少了啊。虽然老范的会员我用不上，但是偶尔打赏一下，老范加油。好的，这个买一个会员吧，挺好玩的。对，我的3060 Ti 就是盖版的，我的3060是笔记本上阉割版的。WinARM 已经搞了10多年了，软件兼容性的进展还比不上苹果4年的进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它的生态太大太乱啊，所以不太容易。第3次赶上直播，这玩意儿谁给你数的呀？补丁的下一步就是拼凑
补丁上去以后，你的性能一定会下降啊，这个是大家已经都猜到了。刚才心血来潮去搜了一下摩尔县城的 CEO 张建中，却很奇怪，虽然有很多相关介绍，却没有词条，百度也没有，维基百科也没有，很奇怪，连他是什么地方的人都不说。我也没去研究过这个事情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这样，就是他们这种词条通常都是会自主的建立，至于突然没有了呢，应该是主动删除的啊，一般是这样。但是他为什么主动删除这个事儿，因为我没有太关注这个事儿，所以不知道。赞同啊，就看 WinArm 的安全补丁更新频率以半年为基准啊，就觉得大概率微软是不会太上心。但是现在大家肯定是要推这个东西吧，没指责剽窃，就是个有趣的历史，好吧？我由于工作原因需要 MacBook 上虚拟 Win 官网下载的镜像居然是半年前的啊，这个还真没干过这事儿。ARM 版 Windows 实在扶不起来，但是现在应该会快速发展。而且现在 AI PC 了，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 APP 不需要了。你不需要这么多软件了，它的兼容性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大模型上干活你要那么多软件干嘛使？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被安排的明明白白，这个很无聊。这个事情，大疆收购了哈苏，这个其实应该不算完全收购，就是它入股。很多人最近都拿巴菲特卖股票说 AI 破灭的事情，对。但是巴菲特呢是这样，就是他可能这一辈子做的最好的几个交易，把它刨掉以后，剩下的交易基本上是一个笑话。我当年印象最深的是巫毒巫毒我也用过，巫毒显卡。当年显卡 Sister 这个我没用过，野人3就是 S3被 VIA 收购了，是 S3 的卡好像外号是3D 减速卡，反正这速度没那么快呗。一边听老范讲故事，一边看老罗在抖音直播卖零食，坐等这个好吧，5000字，等一会儿啊，我们抓紧。有人恶意揣测英特尔发的补丁应该是降频补丁，这个现在大家普遍猜是这样的这个第一次赶上直播是来晚了，听完一个故事了。就是 NV 出来的高管这个很正常。想知道他是中国内地人还是台湾人还是美国人，就是为了不让你知道，所以把他删了呗。Mac mini 改到 Apple TV 那个尺寸，接口怎么摆都是个问题其实它不需要那么多接口，它要那么多接口干嘛？巴菲特买的是国运与其说 AI 泡沫，我更觉得是买衰退，这个要看了。大陆人是吗？这个不了解跟他们没打过交道。喝口水，准备讲第二个故事。好，今天第二个故事，罗永浩怒怼铁老师，到底算不算蹭流量呢？在小作文事件之后，俞敏洪和董宇辉就成为了大家的瓜为我们贡献了很多的瓜。我也在这吃我也录这个俞敏洪跟董宇辉的这个故事录了很多。我们还有一些博主稍微知道一下他们内部事情的，也在这吃这个瓜。当然吃的最欢的就是罗永浩了我们这个吃瓜的水平肯定没有罗永浩强罗永浩呢在专心的做创业，做细红线这样的一个行业明灯的同时呢，只要有风吹草动，肯定会出来回到直播间里头讲俞敏洪当年的故事，每次讲呢都还有很多人听。交个朋友直播间呢，
每一次赶上罗永浩出来讲铁老师的故事，货品都会大卖啊，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俞敏洪自己是不是采取过什么行动呢？这个事儿不确定。啊，俞敏洪呢，在前面做董宇辉分拆的时候，发文里头讲了说有别有用心的人造谣生事，啊，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就是俞敏洪做的全部的这个回应了。啊，那么前两天还有人讲说高层约谈了，罗永浩啊，然后让罗永浩把所有的这些跟俞敏洪相关的、跟铁老师相关的这些切断都给撤掉。啊，我后来仔细查了一下，所谓的高层约谈呢，其实是交个朋友的管理层跟罗永浩谈了一下。啊，那我估计也没准这个就是罗永浩跟交个朋友的高层约谈了一下，说你们稍微控制一下节奏啊，撤掉罗永浩针对俞敏洪铁公鸡的所有切片。大家注意啊，他每次上来都是做直播，直播完了以后呢，会有很多人去切片，啊，切成很小一段一段的。那么这种切片的传播力度是非常非常强的。真正有传播力的其实不是直播，播完就完了嘛，对吧？但是真正有传播力的是切片。那么这些切片呢，极少部分是授权机构切的，就是交个朋友也授权了一些机构给他切，但是大部分是未经授权的人切的。这个话呢是罗永浩自己讲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没说你两句啊，这个我不负这责任啊，都是别人干的，对吧？他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现在呢，这个为了维持这种叫做热度，对吧？现在又重新把切片放出来了，啊，因为它中间有一段把切片撤掉，然后这个现在有人说罗永浩五宗罪啊，给他写了篇长文，啊，那么现在呢，他又重新把这5000字长文放出来，又继续去直播，又在那骂铁老师啊，骂完了以后又继续去切片去了，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前面号称罗永浩被约谈，号称把这个切片撤掉的这个过程，你就像是要打人啊，先要把手收回来，要把拳头握好，然后这个时候才能再打出去，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蹭热度的人啊非常多，罗永浩算一个啊，但是呢还有一些其他人，就是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写罗永浩五宗罪的这哥们儿，他呢叫张翔啊，这个也算是一个水平很高的蹭热度的人。啊，为什么说他水平高呢？你像我们天天在这说罗永浩这个好那个不好的，对吧？人家不会理咱们。这个能够被罗永浩发5000字的长文去理一下这些人，已经算是很成功了，对吧？张翔已经达到了全部的目的。那么张翔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他在这个罗永浩五宗罪的这篇文章里，上来先要证明自己配，对吧？我们经常讲，有些人上来说你配吧，你配吗？啊，配钥匙的老师傅啊，张翔说我配。啊，怎么配呢？这个人是谁啊？是疯狂英语李阳的亲弟弟。啊，为什么要强调亲弟弟呢？就是他是从小被过继给了姑姑，所以姓张。但其实呢，他跟疯狂英语的李阳呢是就是真的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他呢也一直在做英语教学，也是疯狂英语高管的一员啊，也从疯狂英语里头分拆出了一些项目在做。他说，22年前就认识俞敏洪，而且也跟新东方的很多人有过接触，所以呢，对于他来说呢，他说我是俞敏洪20年的老朋友。这个话呢，20年肯定是认识到了，但是俞敏洪认不认他这个朋友就不好说了啊。这个写过一些英语教学相关的书。2021年，李阳的前妻曝光李阳家暴女儿。这个张翔呢还出来给李阳站台，说不是这么回事啊，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人。那么他觉得自己还是很有资格来点评一下这件事了。那么给罗永浩列了5大罪状5宗罪。第一宗罪，缺乏自律、不负责任、口无遮拦、不择手段、人品极差的跳梁小丑。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属于是骂人了，写大字报这个。罗永浩给他的评价就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你就来写大字报。但是，从事实这件事来说呢，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掌握完整的事实依据，对吧？咱们就说你在造谣，为什么我这儿还有一个藏起来的小细节你不知道，没有说出来所以你就算造谣所以说任何人没有掌握全部事实这件事，我觉得算傻流氓但是呢，这个
张翔讲的这个罗永浩的话呢，也确实讲的重了一些。他讲说罗永浩为什么有第一宗罪呢？啊，缺乏自律、不负责任、口无遮拦、不择手段、人品极差的跳梁小丑呢？啊，上来先去做道德绑架。啊，怎么道德绑架？说你这个罗永浩说俞敏洪是铁公鸡，你自己做怎么样啊？啊，你捐了多少公益啊？啊，你善待了锤子团队了吗？回报了投资人了吗？培养了多少人才啊？给员工分了多少的工资和股份啊？捐过多少贫困学生啊？对吧？上来先做了一圈道德绑架，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啊，这个以前的那些地主老财都乐善好施，啊，都修桥补路，但是呢，也都很坏啊，就是也都是敲骨吸髓，他们会同时做，所以啊，做了公益未必他就不是铁公鸡。至于善没善待锤子团队，锤子都挂了，那走的人有开心的，有不开心的，这个事情。你去问了具体哪一个人呢？对吧？这个事儿就没法说了。至于回报投资人这件事儿呢，我是知道，因为啊，我认识一个朋友吧，我认他是朋友，是吧？郑刚啊，这个他呢就是被罗永浩坑了啊，最后他的钱没有还，所以他现在也经常出来开直播说罗永浩《甄嬛传》就是骗人的啊。那么至于培养了多少人才，这个新公司跟老公司没法比啊。腾讯有多少培养的人才？马云向社会输送了多少人才，对吧？新东方有多少人出来创业？这个罗永浩现在还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啊，没有这么多的体量去孵化人才，所以啊，这个也算是一个道德绑架吧。至于给了员工多少工资和股权，这个公司都作废了，你要那个股权干嘛使呢？对吧？这个，所以这算是一个纯纯的道德绑架，啊，然后呢，指责了老罗啊，永远正确，这个事儿呢，我倒是觉得说的不算过分啊，啊，他说罗永浩永远都是别人欠你的，永远是别人的错，啊，自己犯的错也是别人有错在先，啊，自我为中心的被迫害妄想症啊，道德警察贩卖情怀的伪君子。啊，这个是其实这种东西呢，我觉得不光是老罗啊，这算是中国人的一个民族性啊。我自己可能有时候也这样，对吧？这个咱们不能说就一定是别人是这样，就是我只承认我愿意承认的错误啊。我承认完错误以后，可能还要找一些其他的原因和理由，对吧？这是儒家留下来的东西，就是我们首先要站在道德的小山包上，对吧？然后才能去指责别人嘛。啊，这是第一宗罪。第二宗罪呢是。啊，一再刻意混淆、挑起企业与员工个人之间正当权益的离间，造成市场秩序混乱的捣乱挑事分子啊，这个事儿呢，我倒不觉得罗永浩做错了什么啊，因为你现在俞敏洪和董宇辉出来做网红了，这是一个什么呢？啊，这是一个开口的生意啊，做开口生意了就不能怕人说，就跟当时郭德纲说了，说你看我天天说于谦怎么样，我们就挣这口饭钱吃了，对吧？你不能不让人说你，你不让人说你这个怎么出来挣饭钱？我可以关起门来，谁也不许说啊，谁说我谁辱华啊，那个事儿你是不能真正开门做生意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啊，我并不觉得老罗做错什么，对吧？我自己也坐在这儿说呢，我自己不但是啊这个蹭俞敏洪和董宇辉的这个。热点，我还在这蹭罗永浩跟这个张辉的热点，这有什么问题吗？啊，张翔啊，还在这蹭这个罗永浩跟张翔的热点，这咱就是个讲故事，就是个聊天的，对吧？啊，然后我蹭完了以后，有人说啊，你不了解事实，你不了解这个什么？对，我是不了解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就是来蹭热点的。啊，然后啊，第三宗罪，毫无感恩之心、忘恩负义的小人。啊，说这个罗永浩削尖了脑袋钻进新东方，不知感恩，对吧？一没学历，二没有从教的经验，所有东西都没有，然后进去了以后，就在里边去这个教课，而且是做了3次面试才混进去的。啊，在这个过程中一点都不知道感恩啊，这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个算是一个封建残余吧。啊，任何要求别人感恩的这个事情，我也是觉得非常反感的啊。大家就是个雇佣关系，何必呢？就要感恩，对吧？然后第4宗罪，挑拨离间，一石三鸟，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啊，反正便宜你就占了，
啊，这个别人没做直播的时候，你也不说什么，别人做直播了啊，抢了这个罗永浩你这个交个朋友的生意了，你就要出来折腾啊，而且呢，一边蹭流量，一边卖东西，你还要踩乎人家的生意，还要这个啊，把人家的这个大将给他拆了啊，你一石三鸟还是一石几鸟？你就是来蹭流量的，而且呢，迎合屌丝心态啊，这个迎合屌丝心态这段呢，我觉得写的非常好啊。屌丝什么心态？叫你好我不好我就嫉妒啊，你不好我好我幸灾乐祸，你我都好互相不服气，你我都不好，这个才心理平衡，对吧？这个就是典型的屌丝心态。其实很多的网红啊，或者做直播的这种博主都是这么干的啊。我也不好，我也穷着呢啊。然后呢，他也不好啊，没有好人，天下全是坏人，这个就是屌丝心态啊。这是啊第4宗罪。第5宗罪呢？是不学无术，完全忽视专注创业的投机分子啊！什么意思呢？就创业就没成功过，行业明灯，对吧？干哪行哪行挂，不专注于创业，忽悠投资人的钱啊！英语老师你也从来不在直播的时候讲英语啊！这个我还真的是看了那么多的罗永浩的演讲直播段子，但是他确实好像很少讲英语，反正我没看着过吧。然后呢，说这个张翔啊，自己掏出了一堆书来啊，他大概写了4、5本书吧。然后呢，这些书卖了几百万本。你看，我都写了这么多书，你罗永浩到底写了哪本书啊？对吧？你说你发明了什么词根背单词的方法，对吧？你看我这儿写了有什么什么背单词的方法啊？你还好意思说你是这个教英语的吗？啊，大概是讲了这样的一个话，5宗罪。那罗永浩呢，别的不行，吵架从来没输过，对吧？而且对于热点的把握，对于舆论风向的把握，老罗是很强大的。所以在前面，他把大量的这种叫做切片直接给下架了。至于到底有多少未经授权的切片在传播，不好说。但是只要是有未经授权的这个切片，那么这个事情就不能都怪在交个朋友身上，这个是没什么好说，责任已经逃出去了。对吧？前面已经撤回了拳头，现在再一拳打出去，啊，这就是一个没完没了啊，死死咬住不放和得理不饶人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一点上呢，这个老罗肯定就是对着前面的5点挨着个的来呗。你如果没人说他，他可能也就过去了。哎，有人说他，而且还稍微有点分量，那老罗就正需要瞌睡呢啊，有人给递了一枕头过来，赶快上。那么这个老罗想了什么呢？啊，说过去，说本来这事儿过去了，但是呢，铁老师20年好友蹦出来了，那就继续呗，对吧？接着来，继续直播点评，继续切片传播。张翔算是达到目的了啊？为什么说张翔算达到目的了呢？张翔为什么出来讲这话？这话是他真的是为俞敏洪在抱不平吗？扯淡！俞敏洪绝对不希望这时候任何人跳出来，俞敏洪希望这事儿过去。啊！但是张翔说不，我一定要再出来跳一下，而且我骂了这个罗永浩了，罗永浩还回嘴了，那张翔就火了呀，他就有流量了呀。没有这个流量之前，谁知道是张翔是谁啊？对吧？反正至少我不知道啊，可能因为我英语学的不好，所以没听说过这个人，对吧？李阳我还是听说过的，这是张翔亲兄弟啊，真的没听说过，对吧？那么张翔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这波流量蹭上了啊。那么罗永浩还讲说，是不是真的关心董宇辉呢？啊，说不是啊，我们关心的是董宇辉门啊，被虚伪狡诈的资本家 PUA 的年轻人。他讲了这样的一个话啊，因为董宇辉这个人其实他也不认识，他也没有实际见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到底是愿不愿意接受他的帮助，或者是不是跟他想的一样，他其实也不知道。如果他坐着说，我就是这个给董宇辉怎么样了，董宇辉那头如果一跳出来说，我没让你说这话，那他不就里外不是人了吗？对吧？他现在给自己站在一个道德的小山坡上。哎，罗永浩说了，我要这个关心的是董宇辉门啊，不是董宇辉一个人。所以董宇辉就算说我不希望他来帮我出头，你这话也说不着了啊。这个还有更多的人被资本家在 PUA 呢，你怎么可以代表他们呢？对吧？这个是罗永浩比较聪明的地方啊。然后呢，罗永浩还讲了说，以后啊叫举头3尺有老罗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铁老师再出点什么负面，一定会出来说，啊，原来可能很多事儿还没说啊，现在就别费这劲了啊，只要是这个
铁老师出事了，就少不了我。啊，那么还有人说你这个罗永浩吵吵半天了，你到底有没有投资董宇辉啊？对吧？你到底给人帮上忙了没有？还是天天在这卖嘴呢？哎，这个罗永浩讲了，说尝试联系他了，但是啊没有回复，啊也找了很多人啊，找了投资人啊，找了各种朋友去尝试联系他，啊就是不回复啊。然后呢，你说我要投资你，他也不缺投资，所以呢，就是我们确实有行动啊，并没有这个光靠嘴。然后说这个罗永浩你怎么一直骂呀？到底有多大仇啊？这个事儿啊，罗永浩也解释了，说你看看啊，咱们翻小本本，对吧？这个2012年、2013年、2014年我骂了啊，然后后边这10年其实啥也没说。然后这3年为什么骂他呢？啊，因为那3年罗永浩在离开新东方之后，自己也开了一个英语培训机构，然后呢，很多新东方的学员也好，老师也好，或者是各种的这个底层的工作人员吧，啊，去抄罗永浩这个机构的各种各样的宣传物料啊，包括这个一些底层的这种抵制和摩擦，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只要出了呢，老罗就出来骂啊，他就干这样的事做了一些事。然后啊，他说也没有一直骂呀，对吧？而且呢，有时候我们也夸他呀，对吧？你不能说我骂他的时候你记住了，我夸他的时候你没记住啊，对吧？铁老师双减之后出来做直播，也表达过敬意啊，对吧？而且还给出了视频链接为证，说你看我这有视频，视频现在还能看到呢，对吧？当时啊，俞敏洪出来做直播了，我们也很尊敬他，对吧？然后董宇辉一夜爆火的时候，说老罗也出来盛赞了呀，他当时也是新东方东方甄选的，也出来夸了呀，对吧？这个现在也说你为什么一直都这样啊？这个事儿是怎么呢？这夫妻吵架实际上通常都是这个论调，你从来都不关心我，对吧？这个就有点泼妇的状态了啊。具体列清单这个呢，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有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夫妻两个吵架的时候，如果有一方说你从来不关心我，你就没有给我过任何的什么好处，或者没有给我任何的什么，这个时候你如果有人另外一方列清单了，某年某月某日我给过你什么，某年某月某日我给过你什么，啊，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啊。然后啊，至于说到忘恩负义、毫无感恩之心呢，这个罗永浩就有话说了啊。他讲的是什么啊？他说啊，罗永浩打了6年的工，做了18年的老板啊，这个他觉得还是有发言权的。雇佣关系本身应该是平等的，谁也不欠谁的，对吧？老板招人过来不是做慈善，是为了把老板自己的活干了，是为了给老板挣钱的，对吧？罗永浩说他也忍受过天才员工。有些员工很天才，但是脾气不好，那罗永浩也得忍着，对吧？然后呢，也买过一些很贵的专业课程培养员工。这个前面张翔不是说他没有培养过员工吗？他说我也培养过，对吧？也自掏腰包帮助过困难的员工，甚至这些员工都已经因为 KPI 不合格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也帮过忙，对吧？告诉他我们也做公益啊。然后老罗呢也没觉得这就是恩情，就是我们也施恩了啊。但是施完恩以后呢？这就是大家该着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呢，也有人在他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也帮助了他，所以他觉得挺好的呀。大家都是抱着很好的心态就完了。你一定要这个知恩图报，对吧？或者说这个侠恩，这个就是我有你，我对你有恩啊，你一定要这个好好的报答我。这个事儿呢，就是属于比较低劣的玩法了，对吧？这是罗永浩的讲法，对于知恩图报这条。啊，然后呢，罗永浩反复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北医六院，说你们如果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就去北医六院吧。北医六院是什么呢？北医六院的全称是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医院，对吧？它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啊，至于说蹭流量这件事儿，那老罗说我还用蹭流量，我就是流量本流，流量本量，对吧？是中国最早的脱口秀演员啊，一年300天，他能够上100次热搜的一个人，说自己就是流量啊，这还用蹭别人吗？啊，当然老罗自己蹭流量的这个或者说流量运作的手法是非常娴熟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现在呢，再去做热点范围其实是受限的。那么有俞敏洪给他去提供这样的一个热点，他出来蹭一蹭，对吧？自己还能够嘴痛快一下。啊，还能够不得罪其他人，对吧？你真说一些别的社会上的事情，他就说了会有问题的，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说我说点这个事儿，其实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就是瞌睡有人送枕头来，就是这么回事啊。
至于说同行是冤家，一有机会就使坏呢，这个罗永浩就开始拉清单了啊。他说新东方负面多去了啊，并不是每件事他都出来说了这个2016年留学生资料造假，那么作为留学生中介机构，新东方干这种事儿应该还是蛮多的啊。然后2018年铁老师公开论坛演讲歧视女性，也是把视频链接放上头了。他讲的是什么？他说中国社会搞成这样，就是女性太坏了，大概讲了这么一个话。这个确实很过分啊。但是你作为一个60的老头当时还没有60当时也有50多岁的老头，对吧？那么你讲出这种话来呢，怎么说呀？也确实是有些过分吧，但是稍微传统点老头吧。然后到2021年，多名教师资格证作假这个其实是罗永浩一直都很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他自己呢没有教师证也没有这个正式的学历，但是呢他就硬着头皮冲上去了做了3次面试，他进去了。但是在新东方里呢，是有很多的人用假的教师证，用假的学历也去教课去了，对吧？他就一直觉得这些非常差劲，这个大家的这个逻辑就是叫原则非常的不清晰到2023年3月，这个东方甄选卖厄瓜多尔大虾的时候，虚假宣传，但是呢，并没有做到退一赔三。交个朋友有时候也会卖到这种东西但是交个朋友出了问题就退一赔三了，对吧？他讲，他说你看我们出了事都退一赔三了，但是东方甄选从来不做退一赔三的事情他们就不守这个规矩，不讲这个道上的这个规矩这个是有问题的。然后2023年的12月，他们卖金桔也是虚假宣传被抓出来以后，依然拒绝退一赔三。2014年的1月，西梅汁在里头加泻药，被曝光了以后依然不愿意做退一赔三2024年的315，售卖槽头肉好像也有东方甄选的事情，依然没有退一赔三，对吧？他说这些他都没说只有这次欺负年轻人出来说了几句当然了，以后应该会只要有机会就出来讲因为前面讲了举头三尺有老罗嘛，所以以后一定会出来说。他说你们老说我这个一有机会就使坏，你看这么多机会我都没说过嘛但是后边就不好说了然后讲说这个俞敏洪是最没有原则的人只要讲课效果好，一切都可以忍受。他讲了有打人的忍受了有这个把这个女学生这个睡大肚子了，然后人家这个家长跑到学校来闹来了也不开除还有这种各种造假的，什么学历造假的，这个教师证造假的被举报了，被通报了，依然不开除，因为讲课的效果还可以，对吧？所以这个俞敏洪是一个最没有原则的人只要觉得这个老头是一个道德楷模的，你也去这个北医6院去瞅一瞅然后孙东旭也是一个这个等于俞敏洪一直可以去忍让的人说孙东旭到现在为止说是撤了半天职，其实依然是东方甄选的负责人，对吧？那么告诉你说不要去惹老罗惹老罗就会去写新东方30年猛料的书。现在一堆人在罗永浩的这个留言下头去评论说，求求你别创业了，也别做直播了，你老老实实把这本书写了吧，我们等着看呢，对吧？还有人说俞敏洪为什么不起诉老罗呢？估计呢，俞敏洪也不希望看到真的有人去写一本书，去写新东方30年奋斗史，对吧？他说这种书如果出来，俞敏洪估计就真的要退休了这个是大家不希望。其实俞敏洪面对罗永浩一直采用的就是说，我不跟你讲下边人愿意去讲呢，这是下边事儿，跟我没关系这就算是不在同一个层次上的企业家吧。老罗在最后5000字的最后还写了说有奖转发，大家转发了以后我去送你们一台这个 iPhone 16如果这个叫做什么呢？你着急我就给你一个 iPhone 15也可以，对吧？老罗最后还玩了这么一手，所以现在你要再想在网上去找到一开始那个老罗五宗罪，基本上找不着了，对吧？现在全都是老罗5000言回复老罗5000字五宗罪这篇文章了，所以老罗才是真正会玩流量的人，对吧？那么这件事情到底孰是孰非呢？这个听习惯了咱们频道的人都知道咱们从来不讲这个孰是孰非的事情，
大家都有对的地方，都有错的地方，没有谁绝对是坏人，也没有谁绝对是好人，对吧？这个俞敏洪、罗永浩、董宇辉，包括今天的这位张翔，都是商人啊，咱们要记住这个定语。商人呢，就不能去做道德楷模。你说我要去做道德楷模，你就不要去做商人，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啊，用道德楷模的标准去要求任何人，都是可耻的。在这一点上，张翔做的是稍微的过分了一些，对吧？他自己应该也不是道德楷模啊。这个俞敏洪应该也没有办法成为道德楷模，因为道德楷模就是完人嘛，你不能有任何错，谁又能说自己没错呢？对吧？啊，那么每一个人呢都有他们擅长的地方，在流量的时代，大家呢都还是围绕着流量做事情就完事儿了。至于罗永浩这个人呢，很多人说我讨厌罗永浩啊，因为前面确实没怎么夸他啊，但是呢，我也并没有那么不喜欢他，并不认识他，对吧？啊，当然哪天他给我发工资了另说啊，也应该不会有人找这种不痛快吧？啊，这个做科技产品这件事儿呢，老罗确实未必行，但是呢，这也只是他没有证明过自己，就是他做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对吧？这个也未必他下次就不能成功。咱们全世界做成过科技产品的创始人有几个呢？啊，这个我倒不觉得老罗说前面没做好，他就一定是十恶不赦，或者说没有坚持、没有恒心啊，这个事儿倒不一定。至于说跟投资人之间的冲突呢，这个其实原来给大家解释过这件事情啊。啊，郑刚呢算是认识，因为我们一块儿出席过一些活动，我们在微信上也算是好友吧。啊，有的时候还跟他聊两句，对吧？那么，这种跟投资人之间搞一些小心眼儿的事情，其实也算是创始人或者说相对成功创始人一种通病，就是没有哪一个投资人希望创始人彻底老老实实照着规矩去干事儿啊，做事情的，对吧？但是呢，他们都希望创始人呢对于别人啊是要能够耍各种心眼儿，对于自己是要守规矩的。但这个事儿呢也稍微有点双标啊，因为我以前投的都是别人的钱嘛，然后这个啊，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创始人跟我去耍各种小心眼儿，这是应该的，对吧？我被人骗了，那是我笨啊，跟别人跟创始人是没关系的啊。如果到我面前傻傻呵呵的这种啊，所有规矩都老老实实守，那这种创始人我们就不投了，对吧？你不适合创业，找地儿上班去就好了。啊，那么现在呢，就是直播带货、脱口秀、吵架、操控舆论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件事情上，老罗绝对行啊。他做科技产品行不行？从我个人的角度上说呢，不是那么看好啊。但是直播带货、脱口秀、吵架和控制舆论，这个不服不行啊，他一定是行的。这个包括雷军都觉得说，老罗在这块儿比不了啊，口才、文笔都比不了啊，这是他比较强的地方。至于这里头其他人呢，张翔啊，咱们也不要说我们用道德楷模的方式去要求他啊，但是呢，从商人啊，从现在流量时代的这种蹭流量来说啊，算是做成了吧。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故事。好，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样的评论啊？好像评论不多。我用的 Mac Mini 接口是插满了的，你是不是有很多显示器啊？你还可以用扩展坞嘛，所以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大。大陆人以前英伟达的中国区销售的头啊，好吧，他们拿到了 RTL 啊，那看来还是有一些东西有东西了，这个就很快的出产品了，又快要结束了啊，这个啥时候能从10点开始直播？这个有时候啊，礼拜天双药盒的时候，有时候会从10点开始，又第一次吧。天涯比邻啊，这个应该是又第一次。网上搜了啊，中国人，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系，并在冶金部自动化研究院深造获得硕士学位。在加入摩尔县城之前，
在英伟达、惠普、戴尔等公司担任重要职务，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目前，他担任摩尔县城的首席执行官，致力于推动公司。这应该是，什么地方这个写出来的东西啊？感觉是蹭流量啊，骂俞敏洪的太多了啊，还不如骂老罗，是这样的。英特尔的这个股东亏惨了啊，这个你去买它这个事儿叫愿赌服输嘛，又赶上直播了。这个端水的不错，对，咱们从来不会说我们完全就看谁好谁不好。老罗的今日言论很过分啊，非常辣眼睛，不知道你看过没？哎，是什么？赶快跟我讲讲，我还没注意听过。罗永浩的流量玩法可以讲一期，这个还是不太容易啊。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没有那么了解。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准备到这里了。好，看来第二个话题还更多一些人，有400多人了。老罗的现状是举头三尺有正刚，但正刚玩流量的能力要比老罗差很多啊！因为我原来在几次活动上都碰到过他，因为经常跟他做圆桌演讲啊什么的这种，他其实不是那么善言辞的一个人啊。当然，我跟正刚打的交道也没有那么多，也不敢说认识他多长时间，或者说跟他有多熟，对吧？就是打过几次交道啊。立场都是包装，是的，核心就还是买卖。对，这点上，我觉得他们是一样啊。现在其实有很多人看不清的一点就是，董宇辉其实也是个商人，对吧？你不要觉得董宇辉就是大师了，或者就怎么样了。老罗的今日言论是早期发过，12年前啊，那我就不知道了，没看过。今日是什么？就觉得日本好吗？对吧？我也没觉得日本有什么不好的呀。对吧？这有什么问题吗？什么样的到什么样的程度算精日呢？什么样的程度算中立呢？啊，什么样的程度算仇日呢？这个你们可以讲一讲。喝水。好奇那些带货的，或多或少都要补税。老罗直播带货，税都按规定缴纳了吗？这个不好说，应该是会处理，因为毕竟交个朋友是个上市公司嘛。你上市的时候，他一定会做这个税务合规检查的，但是他具体是怎么合规的这件事不确定啊。这个他并不是个体户，就是好多这个最后补税都是一帮个体户。你上市审计实际上是要比税务审计要麻烦的多的。说他们好还是不好都没有意义，商人看他们赚了多少钱，但这个呢，你也不能笑贫不笑娼，对吧？他还是要在规则内赚钱，就是大家都赚钱，但是有些人大家就骂，有些人就觉得还可以，对吧？这件事儿就不好说了。董宇辉怎么收场最好？其实不需要怎么收场，他接着这么做就完了呗。该卖东西卖东西，对吧？该出来这个风花雪月就出来风花雪月，也没什么问题。而且呢，他至少在这一点上呢，还算是，我想想应该怎么说呢？就是他能接得住很多事情，对吧？跟霍启刚啊，跟这个央视啊，跟邓亚萍啊，跟余承东啊，他都能接得住，对吧？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你像这个有些人他就接不住，而且呢，我觉得董宇辉能接住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出了事儿他担。前一段时间他在巴黎去讲这个卢浮宫啊，上来酸小作文的时候，人家说啊，卢浮宫里边的展品啊，中国展品都是法国人抢去的，你怎么跑到那儿去搞小作文去了呢？对吧？这件事情，董宇辉说，那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一句话过去了，对吧？同样的事情，如果放在东方甄选身上会怎么样？大家其实也能想到，这个事情如果在东方甄选身上，第一个主播就不许说了，然后就开始删帖禁言。然后是出来道歉，那你要干一次这种事情，再没人敢跟你去做这种合作了，因为你说大家出来说话，说不说错这事儿可能吗？不可能不说错，
那你说了错以后，你一点担当都没有，对吧？这事儿你搞个屁嘛！所以在这点上，董宇辉还是比较强的啊。有人知道创业做那个什么呀？他在做那个系红线呀，对吧？系红线是做那个什么来着？就是 VR AR。但是呢，据说现在系红线又快玩不下去了啊，在裁员，裁完员以后呢，又准备开始做大模型啊，这个事儿就不知道了。老罗那个科技公司怎么样了啊？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啊。但是看他最近好像出来直播的还蛮多的，所以系红线有可能玩的不是那么好，但是没有确切消息。怎么全身而退最理想？为什么要全身而退呢？到某一天突然塌房不好吗？会不会终有一天被打倒？这个我觉得挺正常的。就是大家要注意啊，网红跟明星是不一样的。明星呢，大家除了在电视屏幕上、电影屏幕上看到他之外，平时你其实见不着他。他自己的私生活到底是什么样，跟他表演什么样的角色是没关系的，对吧？很多的明星自己的生活其实也是很混乱的，但是呢，他可以在网络上啊，或者不是在网络，可以在屏幕上塑造一个又一个这个很好的角色，那就是表演艺术家。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网红呢，是离观众很近的啊，大家会拿着显微镜去看的，特别是大网红，所以他们翻车是必然的。所以俞敏洪贱卖资产骂他的人都骂不到点上，他辜负的是股东，而不是谁。对，其实是这样啊，但是要看他的律师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了。今天搞错标题了，需要老罗放前头，先讲老罗，再讲英特尔。这种问题我都是在我的付费会员群里问啊，我说我今天有2个话题，先讲哪个？我的付费会员们都说先想听英特尔，那我就把英特尔放前头了。这个交个朋友现在卖的东西已经很次了啊，这倒不知道，没买过他们家任何东西。好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明天要休息一下，后天有可能还会休息啊，因为我现在的状态最近不是特别好啊，让我稍微的缓一缓，然后8月份有可能会出去旅游啊，这个旅游的话就有可能会比较长时间，比如1周的时间去断更，但是断更之前的话一定会跟大家打招呼。因为旅游了就没法保证上网啊，特别在国内旅游就没法保证这个梯子好使，所以这个事情就先跟大家打招呼。本周会员节目到底讲什么还没想好，让我思考一下。怎么这么多的 ID 叫哇哇？那我也不知道。这个俞敏洪被铁拳啊，没有退休，没有移民，捐赠桌椅，没有拖欠工资，很有情怀。老范怎么看他？我觉得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说呢，他算是做的不错的啊，这块还可以。但是，没有退休呢，有好的一面啊，这每件事情都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没有退休，他也没有把这个真正的位置让给别人，对吧？没有移民呢，其实我倒觉得移民挺好的，没什么问题啊，该移民就移民。至于捐赠桌椅这件事儿呢，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桌椅，它对于他来说，他也没法弄啊，要不然他就只能是这个处理垃圾，他还得交钱。捐出去呢，其实也有很多人说收到的桌椅其实压根就没法使，而且在捐赠桌椅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抵扣了很多税款。对吧？这个我觉得都是商人的正常操作，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呢，不要去用任何的道德的方式去衡量它，对吧？他只是在一个商人的位置上，放不下自己创建的企业，还在努力前行，也就是如此。在这点上，我钦佩的但你要说他做了这件事情了，他就是怎么道德标杆了？别人应该因为他的道德好就应该让着他，我从来不这么想。徐峥那个电影啊，不会去看，我也不会去讲。现在大家所有人讲的都是什么呢？就是，呃，这个我去送一天外卖，还要用胸苦钱去看富人表演我的电影，对吧？就那帮送外卖的人都在那骂他，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周末愉快，对，大家周末愉快，有价值，好的，好好休息，好好休息，这个旅途愉快。对，我要去什么地方也跟大家讲啊，没准在当地还能碰到网友，大家可以去聊个天儿什么的。好，再见。